欢迎来到中国简报。在今天的新闻中，中国对前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进行了调查，他是被卷入整个行业腐败网络的最新高调人物。此前，中国已拨出1000多亿美元建立其国内芯片行业，以打破对西方的依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将考验他的外交能力，试图平衡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保持与欧洲的关系，并将中国作为乌克兰战争的中立调解人。中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集成电路芯片出口也有所下降，尽管取消了 COVID-19 的限制，但中国游客还是远离欧洲。瑞信和硅谷银行危机对中国新金融管理框架的启示。最近美国和欧洲金融系统相继出现的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集团危机，从表面上看是这些金融机构自身的流动性、现金和可以随时变现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满足投资者储户的提现要求，出现周转不开的问题，发生了流动性危机。但是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的背后往往是偿付性危机，这些金融机构自身的债务水平欠储户、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钱远远高于其管理资产的市场价值，简而言之就是资不抵债，储户投资者挤兑提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会同时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偿付性。举例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利率都很低，形成了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家庭和企业相对容易就可以贷款，金融机构的业务规模可以快速扩张，不大可能发生流动性危机。但是俄乌战争之后，全球通胀上升，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全球主要央行以快速加息来应对通胀，导致一方面资金成本急剧上升，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不复存在，容易发生流动性危机。另一方面，加息对资产价格杀伤力大，银行在宽松环境下快速扩张所吸收的存款，投向的资产价格大打折扣，容易发生偿付性危机。过去1-2周，全球金融体系已经发生的和不远的将来即将发生的各式各样的金融机构危机，本质上就是以上两种危机叠加。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过去10多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大起大落，忽略了金融系统稳定。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绝大多数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仅仅是保持物价、经济稳定，而没有考虑如何物价之外的因素。当经济过热、通胀上升时，通过加息抑制贷款需求，让经济降温，稳定物价；而当经济过冷时，则通过降息提振需求，刺激经济。单一的政策目标忽略了物价、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其实存在取舍关系。在2008年以后，全球主要央行为了稳定物价、经济，创造了长时间的低利率货币宽松环境。任何金融机构采取冷静而谨慎的行动，不去盲目扩大业务规模和承担风险，都会在竞争中落败。任何形式的监管也都抵挡不住宏观层面上风险的累积，毕竟大量质量不确定、本不能融到资的项目，在10多年货币的宽松环境中，都通过硅谷银行和瑞信这样的金融中介融到了资金，这些都为未来某一时点的金融不稳定埋下了伏笔。而俄乌战争后，全球主要央行大幅加息，稳定通胀，经济将长时间货币宽松积累的问题引爆，引发了金融不稳定。宏观审慎视角下的货币政策，瑞信和硅谷银行危机对中国新金融管理框架的启示之一。本文作者金华斌，金融界人士，中国简报特约分析专家。彭博社，中国对前著名芯片行业领导人进行调查。中国最高反腐监察机构正在调查前清华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赵伟国成为在整个行业的腐败大网中被卷入的最新高知名度人物。这些调查给长期以来习惯于得到高层支持的行业带来了冲击波。习近平的政府已经拨出1000多亿美元来建立国内的芯片行业，以便国家能够打破对西方的依赖。高级官员们对过去10年间注入该行业的数百亿美元没有产生以前国家级科学努力中出现的各种突破感到愤怒。彭博社观点：不要急于对习近平普京峰会下结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20日至22日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中，其外交技巧将受到考验。习近平将试图平衡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保持与欧洲的关系，并将中国作为乌克兰战争的中立调解人。尽管将中国作为战争中的中立者是徒劳的，但习近平在访问莫斯科后不久，可能会试图与乌克兰总统沃洛季米尔·泽伦斯基举行一次前所未有的虚拟会议。习近平今天最大的责任与普京的密切关系，届时可能会成为一种资产，用来引导停战协议的实现。纽约时报：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比以往更加紧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周将访问俄罗斯，这是两国之间最近一次高调的会晤，因为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继续深化。虽然不是正式的盟友，但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成为密切的合作伙伴，目标是削弱美国的力量和影响。面对西方的制裁，特别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两国的相互支持使这种伙伴关系得到了加强。中国正在中亚建设基础设施，而俄罗斯在传统上一直将中亚视为其势力范围。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习近平称普京是他最好的朋友。俄罗斯需要中国帮助扶持其经济，而习近平则希望普京作为志同道合的盟友与他一起对抗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彭博社，台湾芯片对中国的出口因紧张局势和需求下降而出现下滑。台湾2月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集成电路芯片出口同比下降 31.3%， 连续第4个月下降，而全球总出口同比下降 17.3%。对关键部件的需求下降，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导致了自2009年以来最严重的下降。根据彭博社对官方数据的计算，中国在台湾集成电路出口中的份额骤降至2019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华尔街日报，普京是习近平不可预知的伙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旨在巩固与莫斯科的关系，但由于普京的不可预测性，这也充满了风险。中国对普京的影响力有限，而俄罗斯一直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推进自己的目标，尽管两国在挑战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次国事访问有可能使北京与美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随着中国加紧推进外交工作，今年中国的外交旅行预算增加了 12%。路透社，习近平访问期间，普京将对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作出澄清。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向他详细澄清俄罗斯对乌克兰冲突的观点。中国对乌克兰的12点和平计划也将被讨论。虽然乌克兰谨慎地欢迎中国的和平计划，但由于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对该计划不予理会。普京和习近平将在周一举行非正式会谈，然后是晚餐，正式会谈定在周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没有直接谈到中国是否可以成为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间人。彭博社观点，西方对乌克兰战争政策应该更加谨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外交政策应该更加谨慎，并试图理解为什么许多人不支持西方国家为乌克兰的自由而开展的运动。西方国家必须认识到，全世界许多人认为美国和俄罗斯在道德上没有区别，不希望落入美国的霸权之下。西方世界认为自己是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认为，而且西方的外交往往会很拙劣。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前，历任美国驻古巴大使都表现得很傲慢，而美国和英国是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突出支持者。西方以武力输出民主的努力也适得其反，导致了殖民主义记忆的复活。总之，西方需要在其外交政策中更加谨慎，并理解为什么其他人抵制其讨伐行动。路透社，中国游客远离欧洲，欧洲对后 COVID 时代繁忙旅游夏季的希望渺茫。尽管取消了 COVID-19 的限制，今年夏天到欧洲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仍然很低，这让许多依赖中国高消费游客的旅游公司感到失望。这些游客的人均消费通常在1500到3000欧元之间。3月和8月期间，中国赴欧洲的出境航班预订量只有大流行前水平的 32%。由于签证限制、漫长的护照等待队伍和更昂贵的赴欧机票，中国游客选择就近旅行。欧洲旅游运营商正在寻求吸引美国游客，他们正在大量的来到欧洲。欧洲的 COVID 限制结束后的第2个夏天，对于争相招聘员工和避免重蹈去年夏天混乱的机场和航空公司来说是一个考验。南华早报，如何理解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办公室的升格？根据上周宣布的重组计划，北京监督香港事务的最高官员将直接向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层，而不是国务院报告。此举被认为是精简指挥系统和加强中央政府对香港控制的一种方式。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将调查、研究、协调和监督一国两制的实施。虽然重组有望提高效率，但一些人担心它对香港高度自治的影响。财新网分析师，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价格战威胁到盈利能力。分析师警告说，中国的汽车制造商价格战是由汽车销售低迷和在7月新的国家排放标准出台前急于清理库存引发的，可能会进一步挤压在需求放缓中挣扎的制造商。惠誉评级认为，价格战可能延续到第2季度，并在2023年侵蚀整个汽车价值链的盈利能力。中国消费者可能会因为预期更大幅度的降价而暂缓购买。平安证券表示，降价也可能加速行业整合，刺激洗牌，可能会赶走较弱的汽车制造商，特别是合资企业。日经观点，为了经济，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变得更加务实。中国寻求重振与西方长期合作伙伴的经济关系，但必须解决对其地缘政治优先事项和战略的担忧。要做到这一点，
中国必须认识到欧盟是由经济利益和共同的原则和价值观驱动的，并减少其对其认为侵犯其核心利益的国家的煽动性语言。中国还应该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帮助实现和平战争的结束。中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向国际社会保证其对台湾的和平意图，并承诺以更大的开放度来争取潜在的投资者。路透社：瑞士在历史性的银行合并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在瑞士监管机构的斡旋下，瑞银已同意收购瑞士信贷，交易价值 32.3 亿美元。该方案包括瑞银承担瑞士信贷高达54亿美元的损失。几十年来，这两家银行一直是全球金融业的支柱，其资产总额占瑞士国内生产总值的 140%。瑞士银行雇员协会要求瑞银将裁员控制在绝对最低限度，并对新合并实体的主导地位表示不安。瑞士媒体也做出了震惊的反应。南华早报：谷歌中国前负责人加入 ChatGPT 热潮，开始自己的创业项目。谷歌中国前总裁李开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 Project AI 2.0 的人工智能公司，他希望该公司能成为一家打造人工智能 2.0 平台和生产力应用的全球科技公司。他强调，这将不仅仅是中国版的 ChatGPT。中国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包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网易，自2月以来都急于开发类似的人工智能产品。他指出，人工智能 2.0 有望成为21世纪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势能技术。英国《金融时报》：台湾前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将在本月访问中国，这将是台湾现任或退休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从3月27日开始，这次为期10天的访问将突出台湾两个主要政党在与中国关系上的分歧。此时，他们正准备为明年1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进行竞选。马英九对中国的访问将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预定的对美国的访问相吻合。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寻求与国民党对话，同时拒绝与蔡英文政府接触。马英九在2008年至2016年连续2届总统任期内监督了与北京的缓和关系，主要是因为他同意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公示，尽管双方对中国的概念不同。他削减了国防开支，对外交关系和主权采取了低调的态度。外交事务：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理由，如何在不加入北约的情况下保护乌克兰？作者认为，需要一个新的安全机制来保护乌克兰免受未来俄罗斯的侵略。他们建议建立大西洋亚洲安全共同体 ASC， 其中包括许多北约成员国、乌克兰、其盟国以及任何希望加入的中立国。他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西方军队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存在，并使之合法化，以监测俄罗斯军队的活动，帮助训练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协助复员，监测任何未来的和平协议，并作为一个绊脚石来防止俄罗斯的新侵略。理想情况下，这支部队将由来自印度等国家的将军领导。这些国家已经设法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假以时日， ASC 甚至可能超过北约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作者认为，这样一个安全机制对于保护乌克兰是必要的，但也为俄罗斯提供了一条赎罪和和平共处的道路。彭博社观点：中国防止银行业危机的秘密。尽管中国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在当前的全球银行业危机中仍保持了相对平静。北京成功地避免了混乱，这归功于强调风险控制的新金融监管制度。中国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监管机构，监督除证券业以外的所有金融部门，让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传统的货币政策。通过整合分散的政府部门，当下一个网贷公司或保险公司爆炸时，官员们将没有任何借口，而地方监督机构也将被剥夺权力。虽然这些监管变化可能会使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变得不那么有趣，但考虑到银行业危机可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政府的过度谨慎是有道理的。日经新闻：中国公司在香港寻找加密货币的机会。尽管北京对虚拟资产进行了打击，但香港成为区域性加密货币中心的活动已经吸引了中国证券公司和银行的兴趣。律师和顾问表示，中国金融公司被香港允许比特币和以太坊币零售交易的可能性所吸引。虽然目前只有专业投资者可以在香港的持牌交易所交易加密货币，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上个月提出的修改建议将为该城市的零售加密货币交易扫清道路。英国《金融时报》：世卫组织敦促中国分享更多关于 COVID 可能与浣熊犬有关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呼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有关 COVID-19 大流行病起源的所有数据。世卫组织总干事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 说，表明该病毒来自武汉湿货市场的动物的数据3年前就应该与全世界分享。这些发现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说明该病毒的起源。世卫组织官员强调，所有的起源假设，包括实验室意外泄露，都还在讨论中。
这些评论是在一项研究发现，包括2019年底在武汉华南市场出售的浣熊犬在内的动物容易被 SARS-CoV-2 导致 COVID-19 的病毒感染后发表的。彭博社，中俄天然气谈判将显示习近平对普京的拥护程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周访问莫斯科，在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两国预计将讨论能源合作，并签署长期天然气协议。然而，没有迹象表明关于西伯利亚之力2号天然气管道的交易是否会被列入议程。能源供应是俄罗斯维持其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关键现金来源。中国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外交和经济伙伴，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然而，对俄罗斯能源供应的过度依赖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能源安全带来风险。英国《金融时报》，习近平将在俄罗斯国事访问中测试与普京友谊的极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对莫斯科的国事访问，预计将展示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然而，这也将显示出他们无限制伙伴关系中的红线。习近平为期3天的访问是在普京因涉嫌在乌克兰犯下战争罪而被国际社会通缉的几天后进行的。普京将希望这次访问能使他入侵乌克兰的行为合法化，并希望中国可能承诺提供物质支持，帮助他的军队与之作战。然而，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将对与俄罗斯领导人建立友谊的潜在成本保持警惕，特别是在欧洲。尽管美国警告说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输送武器，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两国之间有大量的武器流动。据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称，在访问莫斯科之后，习近平可能会给普京的克星乌克兰总统沃洛季米尔·泽伦斯基打电话。这将是习近平自全面入侵以来与泽伦斯基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在北京希望宣称自己是潜在的和平缔造者的时候，中国认为与俄罗斯的联盟受到限制的一个信号。路透社，中国恒大周3将详细说明债务重组计划。世界上负债最多的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预计将在周3公布与一个关键的海外债券持有人集团达成的海外债务重组条款，这是其超过3000亿美元的负债的一部分。恒大计划在3月底前与一般债权人签署协议，重组将于2023年10月1日生效。该公司预计将在4月和5月发布其2021年和2022年的逾期财务报告。该公司的股票自2022年3月起停牌，等待发布。金融时报，长期的中国投资者 Anatol 将在新加坡开设前哨。据报道，总部位于香港的资产管理公司 Anatol 在大幅减少对中国的投资后，正准备将其业务的一个关键部分转移到新加坡。这家以压住中国经济增长而闻名的公司，正在这个城市国家开设一个办事处，并可能将关键职能和决策转移到那里。该公司已在新加坡注册，预计它将在香港保持较小的存在。随着该公司向快速增长的东南亚地区多元化发展，以新加坡为区域金融中心，其通过香港基地接近中国的重点已变得不再重要。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6.world， 加入对话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